体育应该肩负起解放人类的伟大使命。体育运动中，足球云配合思想对社会分工体系的尝试性突破，由清洁工引发的思考二。那么究竟什么是云配合呢？云配合又在足球场上是怎么运用的呢？云配合中的云可以说就是整个团队或整个集体的核心思想，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能不是真实的，比如从可视化角度上看，即暂时是虚拟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或头脑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团队和集体。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团队和集体既然是意识的产物，是想象出来的，那么所谓的团队和集体就很有可能甚至必然是虚拟的。但如果大家所想象的都是同一个团队或同一个集体，一个大家通常情况下所认为的虚拟的团队和集体，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终极的问题：这样一个所谓虚拟的团队和集体还是虚拟的吗？虚不虚拟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科学争论，以现有成熟的认知可能并不能够完全确定。我们就设想一下，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这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足以颠覆我们想象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存在着某种联系，可能是物质性的联系，也可能是精神性的联系，尤其是意识的联系。众所周知，我们的物质都是分子、原子、夸克啊，甚至由更微小的物质单位所组成。原子大概率是不可能把我们几个、十几个等等的大脑都联系起来，但是比原子更小的粒子呢？比夸克更小的粒子呢？万一它就有更小的颗粒在决定性作用呢？只是现在的科学技术没有办法证明而已，不能说就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只能说保留这种可能性。从科学角度来说，只要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就不要轻易去下定论，直到探索到那种程度，直到被事实所证明了，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就好。就好比当时说分子是不可再分了，结果呢，分子下面发现了更小的原子，原子下面发现了电子和原子核，原子核下面发现了质子和中子，质子和中子下面发现了夸克。从物质无限可分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在科学上保持怀疑。存在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都是真实的。可能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虚拟，而只存在相对的虚拟。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本文所重点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整个团队或整个集体的核心思想的云塔，它是暂时虚拟的东西。理论上，它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精神存在，是一种高效的团队或集体的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是一种未成熟的共同的思想。假设客观条件非常理想，别人就跟你想的一样，比如说你想的就是人民足球队，结果大家想的都是人民足球队。请问这个虚拟的人民足球队是不是大家所共有的？如果理论上都达成了，你说这个人民足球队存不存在？起码它是虚拟的存在，对不对？甚至有可能真的存在某种能够相互联系的物质，只是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之前不是说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吗？既然存在这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队伍来说又有什么好处？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在我们如今的工业社会，不论任何一个东西几乎都在不断缩小，这无外乎都是为了提高性能。这从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中就能可以看出，在某种技术维度标准下，只有不断缩小，才有底气研发更大的超级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逻辑可以说就是不断获取更大、更多、更高效的能量。那么，能量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更小的物质中来。我们一般认为计算机里的信息是虚拟出来的，但是它就像人类的大脑一样，计算机产生信息，大脑也产生信息。计算机所产生的信息是各种程序，而人类大脑所产生的信息是各种意识。但它们有个共同点，它们都需要能量。计算机离不开电流的功能，人的大脑离不开血液的滋养，只不过一个是物理电能，一个是生物化学能。虚拟的本质就是不断缩小成很微小的东西，以至于无法衡量，超出当前物质认识的维度。当我们认为这个虚拟的东西超出了一般的物质认识，那么就可以将之称为虚拟的东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虚拟的东西和已知的物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个联系就是能量，甚至可以大胆推论，精神和物质的联系就是能量。为什么精神和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是因为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这个虚拟的东西一旦在数个乃至多个人除碳基生命外，还可能存在硅基、硫基、氮基、氢基等其他形式的智慧生命或物非生命上共同存在，那么其相互联系的能量也就有了物质保证。也就是说，某种所谓虚拟的东西，只要它越多的存在，那它就越不是虚拟的。科技狂人马斯克认为，人类活在真实世界之中的几率可能不到10亿分之一。如果我们虚拟出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可以发展？它是不是可以组装？它是不是可以不断的完善？实际上，这个虚拟化过程所伴随的能量也在不断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即由虚拟到现实。因此，虚拟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可以被设计、被创造。就是说，我们可以为虚拟而虚拟，即虚拟可以迭代。我们虚拟某个东西的过程就可以称作虚拟化，即虚拟化就是人的一种实践过程。未来，我们人可能就在不断的走向虚拟化。
那我们未来的实践就可能是虚拟化的虚拟化。总之，不管什么样的现实，我们都可以虚拟化，但不是所有虚拟都可以成功转为现实。我们一旦把这个虚拟的东西建设强大了，待天时地利人和及主客观条件成熟时，所虚拟的东西就必然能够转为现实的东西。那请问虚拟转为现实，这是不是完全有可能的呢？在科研技术层次，它就是虚拟现实，而我们的革命实践就是社会化的虚拟现实。云配合的足球运动队伍实际上也是人民军队的体育版本，就是说云配合的足球运动队伍是根据人民军队而发展起来的，它是师承人民军队的，它本质上属于人民队伍的一种，具体来说就是人民足球队伍。如果将人民军队比作一个人，那么根据中医阴阳五行思想，人民军队的心和神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火，人民军队的脾和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土，人民军队的肺和魄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金，人民军队的肾和志就是东方文化水，人民军队的肝和魂就是毛泽东思想木。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都有人在指挥它，人民军队也不例外，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人民军队，也可以总结为党指挥枪。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就是毛主席所缔造的为人民服务的用兵思想。同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虚拟的云配合，暂且称作云配合。这里的云指的是团队或集体所有成员共存、共用、共变的思想，配合指的是搭配与合作。云配合简单来说，就是以生态化聚合为主的团队或集体所有成员共存、共用、共变的思想体系。为此，我们可以把其核心思想提取出来，研究它，组装它，不断的完善它，升级迭代它。这样的新生事物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明白，到底我们要解决云配合发展中什么样的根本问题？是努力促使所有人都想到一块儿去，还是围绕某个东西我们不断自由聚合，不断灵活搭配，不断通力合作？云配合这个东西能否在现实世界里运作起来，这是十分关键的，这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云配合也是如此。信息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只要有信息的存在，那么就一定有其所依托的物质载体。信息的背后必然有原始的物质存在形式，比如电子计算机里面数字代码的信息，追根究底，它还是有物质载体的依托，即电流或电子的依托。本质上来说，电子计算机的数字代码信息是一种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即电流或电子运动的表现形式。计算机可以将信息显示出来，使人们可以看到，但是人头脑里的意识、情感、思想等精神活动的信息，却暂时无法用其他物质的形式显示出来，即人是看不到的，目前只能去感知，但是人可以通过语言、行为等实践活动去传达、记录和存储信息，只不过存在效率高低的问题。也就是说，人脑中的信息必然有其所依托的物质载体，而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共用、共变的信息，也必然有其所依托的物质载体。只不过我们目前还不知其具体存在的形式是什么而已，但不太可能是某个体人脑决定的。究竟是以每个人脑或人脑中的神经细胞或神经细胞中的微弱电流或电流中的电子为单位的相互联系，还是以其他维度的物质为单位的相互联系？那么这个维度也是有范围的，维度最大的可能就是人这个整体，其次是人的心脏，而比电子更小的维度，我们目前也无法认知，更无法确定。如果人头脑里的意识、情感、思想等精神活动的信息可以用其他物质的形式显示出来，那么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就是将其他实实在在的物质，将某种信息虚拟出来了吗？事实上，人类创造计算机的实践不就是这样的吗？只不过目前计算机只能将人类大脑中某些逻辑运算通过计算机的物质存在形式虚拟了出来。下一步，人工智能是否能将人类大脑中更复杂的思维或意识通过其他物质的创造而虚拟出来、变现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既然人类是由物质所构成的，那么理论上一定存在着其他物质可以将人类的意识、情感、思想等精神活动给虚拟出来，即不管人类有没有能力虚拟出类似人类的物质体，包括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也必然存在着其他物质可以达到这样的条件。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说，既然我们将某种物质虚拟化了，那它就会变现成一定的精神现象，即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说，既然我们将某种精神反虚拟化了，那它就会变现一定的物质现象，即存在着一定的实体。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整体角度来说，运动即变化，变化即信息，信息必然伴随着精神运动。物质是绝对运动的，精神是相对运动的，实体必然存在着信息，信息必然反映着实体。物质必然存在着精神，精神必然反映着物质。物质可以通过虚拟化表现精神，而精神也可以通过虚拟化反过来变换成物质。物质和精神是可以通过能量而相互转化的。只要云配合这种团队或集体的队伍规模能够基本保证，内外联系能够基本畅通，运作模式能够基本成型，效能表现能够基本合格，生态扩展能够基本兼容，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基础版的云配合足球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完善每个人的东西，最后我们再争取让团队或集体所有人的东西形成一个一定时期内及一定条件下共存、共用、共变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或生产工具，以此循环往复，即从先民主后集中中来，再到先集中后民主中去。这就很好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实践方法。
云配合这东西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存在的，但是这东西不一定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但凡是新事物第一次出现，人们都会本能地怀疑其真实性，何况它还有不断迭代、不断发展的可能。现在问题是，如何让大家去形成这样的思想武器或生产工具，是聚合的实践还是分工的实践？实际上，云配合中的这个配合跟那个分工是不一样的。它有别于工业社会的思想，传统工业社会中的分工，它是不断的细分，分到不能再分为止，而且具体某个分工是不能够制约上一级乃至最高级的分工。可以说，在同一分工中，越是占据开始或上游的位置，就越是能够名利双收。在不同的分工中，底层基数越大的分工，就越是能够名利双收，关联或控制其他分工越多的分工，越是能够名利双收。这就是为什么精英阶级最喜欢操控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了。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上层乃至最上层提出精神世界中有关思想理论的，并能够在当前的物质世界中形成统一发展路线的人，其就掌握了对某一事物精神名誉和物质财富的附加属性的判定和分配，包括那些政治家、军事家、资本家、商业活动家、科学家、技术家、工程家、教育家、思想家等。比如现在的人之所以那么尊敬乃至崇拜那些科学家或技术家或工程家，也就是因为他们发明的每件东西，最上层的包括电子计算机、卫星、原子弹、氢弹等高科技武器等等，最底层的包括电磁的发现，包括原子能的发现等等。这些东西它首先是从一个理论进行开拓的，然后不断的分支。当然这过程中可能需要几代乃至多代人的努力，归根结底它是分工思维下的产物，它不断的经过完善，它的技术不断被打牢，这样它的工业社会才会形成一个物质世界，它会成为现实。分工中也蕴藏着聚合，因为有些分工的范围不合适，或者分工的条件不成熟，但形势却很危急，所以有些基于大众的分工，它就容易创新成聚合。新中国的科技成就，两弹一星核潜艇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所谓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总结不是不可以，但这并不全面。资本主义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分工要比初期的社会主义分工质量要更高，也更全面、更有力，不论是范围还是条件。也就是说，新中国有些建设或发展成就，大部分不是分工带来的，相反是因为聚合而带来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分工时时刻刻都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聚合垄断化分工体系必然向着生态化聚合体系进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现在我所说的这个云配合，让团队所有成员都想着一件共同的事情，这样一个共同的虚拟的东西，在足球领域必然是要同传统足球的那一套东西产生激烈的碰撞。怎么在足球场上踢赢，这套核心的思想模块，从机器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人工智能的视角上看，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块智能芯片，而这样的智能芯片肯定要根据团队或集体不同的需求而进行环境的相应匹配，以确保它的适应性。在足球比赛中，凡是弱队的，我们就帮助他们进行核心思想的提纯与迭代，进行团队或集体思想的芯片化，而随着领域的不同，则会有不同的应用模块。有人认为上层建筑的魅力太大了，这种理想化不免让人产生一些质疑，尤其在细致具体上，它到底行不行？它所构思、指导和衍生出来的东西，必须到最基层的地方去实践，只有经过最基本的实践，才能证明其应有的理论价值。如果到最后它实践不了，则证明它在理论上是破产的。那么我们所设计的足球云配合模块，它是怎么样的核心思想？云配合的智能芯片，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人说你讲到现在都是虚拟的，这不就是在吹牛吗？不就是在糊弄人吗？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就好像农业社会，你说大家务农种地，好好的非要做工做机械，头脑肯定是疯了；而在工业社会，非要搬弄人工智能来进行计算来做决策，是不是疯了？可结果不正逐步实现了吗？有些人在农业社会不能理解工业社会所代表的机械，在工业社会不能理解信息社会乃至智能社会所代表的信息数据以及智能算法，他们不理解也不知道那里面的变革究竟有多大。同样的，在信息社会以及智能社会中，他们也很难理解虚拟社会、虚拟世界以及虚拟现实世界所设计的东西，他会认为这些东西还没有呢，你就说它有，它就有了吗？它既然是虚拟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现实的呢？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云配合在足球运动中的具体运用，比如你是10号队员，我是11号队员，足球场上我队共11人，我队是实力一般的弱队，目前场上处于劣势，我们俩配合，你一个人带球，你如果不传球，要一味的单干，那么你最终肯定会陷入死局的。就算对方不派2名防守队员来夹击你，至少也会出动1名防守队员，哪怕单兵素质和你差不多，你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就更别提单兵素质比你强了。这样的话肯定也是输啊，但你那折腾一下，我们的球权就丢了，球就被对方控制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抢？因为我方是弱队且处于劣势，所以我们去抢也很难抢过来，甚至因为我们的抢而导致防守出现漏洞，或漏洞出现的更大了。
结果对方一番努力后1比0先下一城，我们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后了。你说气不气人？就因为你不传球，从而导致我们一系列的被动。但我们一旦拥有云配合就不一样了。你现在不是拿到球了吗？你猜猜我们这个云配合是怎么启动的？精彩的地方来了，你拿到球，我都是最贴切你的，随时为你提供指引。这种指引是非常现实且具体的，是根据场上比赛形势的发展要求不断改进而来的。也就是说，你刚刚接到球，或者你还没拿到球呢，我们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让你变成最强了。实际上，在你还没接到球的时候，我们的云配合就已经开始运作了。你哪怕什么都不会也不要紧，我们立马指挥你，成为你的大脑，立马给你提供最高效的指引。不论对方是1人来抢还是多人来抢，你什么个人决策都不用做，你只要很轻松的完成一些基本动作即可，即凭借最低的条件来转换最大的胜利。当然，最基本的向哪传球的能够完成，你得把这个动作做出来，你不能说这个动作都做不出来，你说你还能上场踢足球吗？就好像去打仗，瞄准瞄不准，另外一说你连枪都不会开，那我再怎么和你配合也没用。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技能还是要具备的。我说往正前方塞一脚，或者往斜后方传给我，或者要传给9号队员或其他队员，那9号队员或其他队员在哪儿？我们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位指示，这个指示一旦传达给你了，你也接受并做出了应有的呼应了，那么这个云配合系统就正式运作起来了。这不是哪一个人启动的，而是靠集体而启动的。如果说你拒绝了我们的指示意见，哪怕这个意见是最好的、最合理的，那也没有关系。云配合是尊重个性的，是鼓励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我们立刻进行整体的变换，以将之前的安全漏洞给弥补起来，或巧妙的隐藏起来。我们之所以说要传给9号，那是我们观察出来的、总结出来的。在最合理的方面上，我们进行集体的决策，可以说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当然你也可以积极主动的决策。我们给你提供最高效的方法，你完全有权利、完全有自由传给除9号之外的任意队员。你完全可以单打独斗，你完全可以指挥其他所有队友。当然，同时我们也可指挥其他所有队友。不仅是我给你提供决策和指引，你周围的9号、8号、7号、6号队员，甚至距离更远的队员、2号队员、1号队员等等，虽然每个队友之间的空间方位不同，但他们都可以给你提供决策和指引。如果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做出这个指示，请问这样的决策正不正确？也就是说，所有人处在个体持球的那一刻都可以是无个人决策的，就是说你不需要什么都考虑，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我们其他队友也都会实时配合，形成策应，最后做出最正确的决策。当然这个决策要磨练、锻炼，而不是一蹴而就。不可能说一开始你提的意见就是正确且高效的，我让你传给9号，后面的队友让你传5号，意见不一致时该怎么办？这就是初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先理想一下，经过我们的锻炼，从一开始的意见不一致到后来意见逐渐一致，然后大家的思想共同提高。当然这个过程中，假如 XX 的意见最智慧，正确率最高，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参考他的意见，都跟他学习。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完全有这个可能吧。自家的队友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我距离较远，不能看清具体的实际斗争，我让你大脚转移到我这边，但其实距离你最近的队友给你提供的指示才是最正确的。不同的环境下，其具体决策也是不同的，所以距离远的时候就要好好评估一下，得有取舍。符合现实要求的决策，它也在不断的迭代。类似人工智能计算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小型的计算机，在实战中不断的训练到能产生最优的决策。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由人发明创造的机器，一个是我们人本身而已。只是我们有个超级大脑进行决策，我们所历练的东西是在不断的训练，可以提供最优的决策。理论上，你提供最优的决策，假如说你也很智慧，虽然大家给你提供的意见虽然也很好，但是你突然发现你这样做，比如选择不传球给队友，选择突破对方的某防线，这样更容易打开局面，形成更加有利的态势。你的这种决策很可能是更高效的，请问你该怎么做？比如球马上就要传到你脚底下的时候，把面前的防守队员过掉就可以单刀射门了，而且成功率在 50% 到 60% 以上。这时你应该把我们提供的决策忽略掉，你会发现这个云配合系统太先进了，颠覆一般的传统架构，把我们的决策过滤掉。当然你也尊重我们的决策，只是你用自己的智慧突然发现更优的决策。如果时间证明你的决策不是想象的那样优秀，你自然而然就会总结、反思、改进，因为你要和除你以外的所有决策一较高下。这种竞赛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还有一种情况，你能力不行，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就说是你没有达到我们集体智慧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说你是我们弱队里面最弱的。当接到球时你就想当然了，其实我们的决策都指引过了，往9号传你不传，你说你要把它过掉，对方有一个防守队员来抢你的球，你非要把它过掉，那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提供过人的决策。其实我们也看到你的这个决策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我们知道判断你的实力，你根本过不了它，成功率很低，一旦球被断了，我们弱队就会被打反击。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建立整体的缓冲区呢？
假如说我们有测试系统，凡是要测试系统，就一定会测试最差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实力最差的，你又不听我们的指示，不听我们所有人高效的指示，我们其他人异口同声说传给9号，你就不传，你非要过人。你猜一猜这个云配合系统神器在什么地方？往往你最不行的时候，你的弱点马上就要暴露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团队是怎么运作的，所有人为你调整位置，绝吧！能做出这个决策的，在毛主席用兵里面都很难做到。就说是，其实你那步棋是你自己决策错了，对不对？而且对方一看你要做出的过人动作，对方可就高兴坏了。只要你决策失误，肯定立马就会遭到对方的反击，肯定导致丢球。这种情况，我们所有人的位置重新调整，重新布置，围绕你做出的那个决策，我们预判到了，对方也预判到了，但是我们重新调整，形成新的有利态势。大家说，这对团队的要求有多高？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尊重你的最差情况，逆转你的最差情况，配合你的最好情况，帮助你发挥最好的情况，你可以达到更高效的状况。这和私有制下人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受刑法则截然不同。我们这个云配合机制，它是尊重球员个性的。这个机制连贯起来是怎么踢足球的呢？就说不论谁拿到球，我们都围绕着谁。从这一点来看，云配合它先不先进呢？作为人民军队新型的衍生版本，云配合的组织形态和作战体系无疑是革命性的。作为一个兵，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主人，其他人都是为你而服务的。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系统，随时做出最优的调整。就说你在我们球队里开不开心，不论你做出什么决策，我们都有可能给你弥补回来，创新引领上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团队，这种配合，一般的团队它能行吗？当然，我们要承认一点，我们的单兵素质在初期发展中，尤其受制于传统私有制的限制和封锁，可能长期会处于较低水平，这不可否认。但是我们利用最先进的集体，或者说这样的集体，是我们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我们虽然整体的单兵素质不如别人，但是我们依靠整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弱胜强？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就是说突然跳出了分工的机制，如果按照传统工业社会的分工，它怎么分都不可能分出云配合这样的生态化聚合来。足球场都告诉你，体育也是的，体育受工业化的思想是如何影响的。当你在每个位置踢的时候，你就恪尽职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尽力踢就行了。在我们云配合的团队里，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好像自由人似的，表面上是按照那个位置站的，其实是虚的。你可以跑，你可以移动，你一旦移动，其他人就随之进行动态调整，整体的人员分布是动态的，阵型是游动的。平常来讲，牵一发而动全身，本能的要按住那牵一发的。实际上，如果整体上都在动，那么何不牵动整体，使其更好的为运动而服务呢？因此，云配合的动是有组织、有目的、有方向的在动，这种动才是真正的动，才是具有真正威慑力和杀伤力的动。可以对比一下，哪有这样的组织？听上去好像要求太高了，没关系，这也是一步步通过训练、通过斗争来达到的。例如人民军队一开始也不是战无不胜的，从整体上而言不可能是那么完美的，更不可能有邱少云同志那样的纪律自觉，让他一动不动，他就一动不动了。不是的，这只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现象而已。而革命战争期间，类似红色娘子军电影中吴琼花执行任务期间遇到他的大仇人南霸天，不顾革命纪律擅自开枪，从而破坏革命行动的现象也是常有的事。事物的本质还是那个量质转变的客观规律。虚拟的团队或集体，其内在要求必然是灵活多变的，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所有的动都是这个系统的动。队员之间按理说有没有主次呢？有。有没有中心呢？有。传统的是一个中心，例如有队长、有教练、有统一的战略及战术布置，大家都习惯性的围绕一个中心转。当然在私有制制度下，也不得不围绕一定的中心转。团队或集体的中心就是这个团队或集体的灵魂所在。云配合也不例外，它也要围绕中心转，只不过这个中心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云配合中每个人都是中心，这个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是可以转移的。传统中心的转移只是少数剥削阶级精英的转移，不变的是根本的私有制制度，即一切剥削制度是不变的，而伴随剥削制度的压迫手段却是随着少数剥削阶级精英的更替而变化发展。传统私有制社会中，剥削统治阶级为主，被统治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为次。可以说，云配合就是一个多核心系统。在这个多核心系统里，谁持球谁就是主，谁不持球谁就是次。云配合这种特殊的中心的变化与转移，是不是有点游击战的味道呢？如果对手陷入我们的游击战之中，他们肯定想抓住游击队的主力，甚至他们做梦都想铲除掉我们团队或集体的中心。他们以为你是最软的事，以为我们团队或集体中的成员都是软柿子，结果捏来捏去始终捏不到，始终找不到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始终找不到我们的中心在哪。你说他们能不气急败坏吗？我
我们表明上的薄弱，实际上就是最好的诱敌深入，要让他们误以为我们的主力就近在咫尺，要让他们误以为只要派出最强的队员，可就以单枪匹马拿下我们。这个时候就越要坚持运动战，越要避敌锋芒，从而在运动战中不断消磨对手的有生力量，最后再予以沉重一击。当对方意识到不对劲，从而不断增援时，我们其他所有兵力就要及时进行阻截，及时跳出对方的围追堵截，集中优势兵力将对方集团力量进行分而化之。传统树状的组织架构实质上就是分工制的产物，不论它树枝的分叉有多复杂，归根结底，这些分叉都有个原始的枝干，都有个根，总之都有源头出处。反过来说，分工制产物都是确定的，而非分工制及生态制的产物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云配合这个组织形态就是既确定又不确定，根据斗争运动的需要，它可以是游离态的，也可以是凝聚态的。生态性包括分工和聚合。分工是确定的，但是聚合却是不确定的，因为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到底能够聚合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聚合的条件和范围都是不设限的。生态性及不确定性，所以很难找到中心在哪儿。这种生态性的游动就很好的体现了游击战的精髓。云配合就是这种是合非合，是主非主，是变非变的组织形态。可以说，这种生态性的组织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一个生态性组织它没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它就可能是假的生态性组织，就像水一样，只是一种物理形态，并没有生命的组织力量，即没有规则、没有意识、没有精神的一滩死水。自然界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它没有意义。而我们的云配合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能芯片。在现实足球比赛中，我所带领的弱队的确可以以弱胜强。我带领他们的过程中，发现一点，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我们这种云配合的思想理念，几乎只有我才有这样的团队组织思想。就我一个人掌握的情况下，都能有如此大的能量，就更不用说大家都跟我一样，一个思想，都是这个云配合思想，都能够灵活变动。这种情况下，这个弱队所爆发的能量将是惊天动地的，是我们现在所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只是理想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哪怕机械的执行，其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传统强队不是强在个人能力上，而是强在大家都有一个思想，一个人人想出人头地的精英思想，人人都信奉丛林法则的行为实践。如果大家都学习一点，都实践一点，那么这个团队或集体一定是有狼性的，只不过这个狼性有高有低而已，和狼的个体能力或个体战斗力没什么直接关系。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就靠我一个人知道这些配合思想，即使我们个人能力再强，我们这个团队或集体也是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或集体的。事实上，团队或集体弱，我们个人也是强不了的。可以说，云配合思想就是我们弱者、弱队、弱集体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为这个团队思想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出强队的弱点在哪儿，我们弱队的强点在哪儿。比如，在足球比赛中，我们通过云配合系统的运作，发现了强队的薄弱点，我们就会果断招呼几个队友去围抢那个薄弱点，疯狂的围抢，不给这个薄弱点转移球的机会。而在他们想打我们弱队薄弱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进行各种调兵遣将，各种弥补，各种支援，各种牵制。但在我们进攻的时候，要是发现他们薄弱的地方，我们就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接插入他们的心脏，所以我们才敢以弱胜强。要知道，这个云配合思想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实现道气变通的。实际上，云配合思想的应用还是十分广泛的，教育、文化、艺术、政治、军事、金融、经济民生、生态环境、天文探索以及信息技术、基因编辑、人造生命、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量子科技等现代科技里面都或多或少可以应用。云配合思想还远不如此，它还可以转化为实业发展，可能一开始不是那种最传统的实业，例如门店、工厂等，当然也需要一定的传统实业，不能一直处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这就需要我们将之关联起来。云配合的思想来源于教育，来源于体育，来源于足球运动，来源于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有个特点，其成员以前几乎都是农民，他们基本上大字不识一个，没什么作战经验，也没有像样的军事素质，尤其在单兵战斗力上，跟国民党部队的老兵油子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那他们最后为什么成长的那么快，人数越打越多，组织越打越健全，队伍越打越有战斗力呢？不就是通过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战役，去不断的调整适应，尤其在毛主席的指挥指导下，不断的学习进步吗？怎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呢？依靠党组织，通过人民军队各级指战员，教育农民，教他们识字，培养他们无产阶级意识，提高他们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党指挥枪，官兵平等，官兵一致，都是让他们有主人翁的感觉。另外，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老兵新兵互帮互助，共同提高军事技能，总之是对人的各种提高。在这种思想、这种配合、这种运动下，我们不断的帮助弱者，帮助团队或集体里面最弱的人，让他们不断的成长。那以后这个团队或集体战斗力的彪悍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无产阶级战斗英雄牺牲了，如果他们幸运的存活下来，那么这个团队、这个集体的战斗力将是何其的强大啊！你说人民军队这样的发展历程，难道不是以弱胜强吗？
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就是因为强弱转化的道理、法则或客观规律在起作用。这个强弱转化的道理、法则或客观规律，绝不是那些少数强者的专利，我们大多数弱者也天然的拥有它。较强者而言，甚至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后我们办实业，确实也得吸取这个道理、法则的思想精华，尊重这个客观规律。即使我们一开始招的工人能力素质以及思想境界水平较低，但是我们可不是真的像资本家那样招工，实际上每个工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发展起来。最根本、最纯粹、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把他们组成最强的团队，获得的将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劳动果实、集体的劳动财富、公私合营的劳动地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尊严，而不是为了获得资本的增值。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斗争起来、革命起来，就可以改变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命运。当今老百姓不就是想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幸福起来、美好起来吗？不就是想跟他们强者竞赛吗？怎么竞赛？我们得组织一个全新的集体，形成一个全新的组织形态，即使很弱小，即使很落后，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经过不断的战斗，还是可以真正成长的。在云配合的足球组织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说中心，既然人人都是中心，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多个中心是如何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的？传统的是有中心的，是有权威的，就是说领导说什么，教练说什么，队长说什么，球队大佬说什么，你其他人如果不听，也很简单，不听就滚蛋，那肯定是把不听话的人往死里整的。他们那种剥削的体系规则，那种残酷的竞争淘汰下，必然如此，也不得不如此。那我们弱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有个特点，就是拥有指挥权及军事民主。比如当你没拿到球时，你可以指挥任何一个队友，尤其是拿球队友。同样，你拿到球时，别人也可以指挥你及其他队友，就是说队友之间相互指挥。这看似比较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按照传统看来，如果工人能够指挥老板，老板也能够指挥工人，这岂不是要天天吵起来或打起来吗？如果单位同事来指挥你，主任领导来指挥你，你在指挥他们，这不乱套了吗？那工作还怎么干呢？这就是传统的组织形态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这种团队或集体的发展要求以及新变革，而我们云配合这种组织形态就适应未来团队或集体的发展要求以及新变革。你指挥我，你指挥大家，大家也指挥你，指挥你其他队友，即人与人之间相互指挥。那你说怎么解决这种冲突的问题呢？事实上，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点冲突的。那怎么解决呢？作为个体，你是不是一直想指挥别人，而不想被别人指挥？平心而论，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弱者，甚至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中都广泛存在着。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毕竟数千年来受传统文化，尤其是私有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太深。如果没有这种想法的，那也确实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想指挥别人存在霸道的嫌疑，那么不想被别人指挥，必然是反霸道的，内心必然是追求自由的。虽然自由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剥削阶级、压迫人、奴役人、异化人的惯性却是强大的，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长远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相互指挥的话，最大问题是什么？服不服谁，对吧？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挥就是私有制剥削等级制度中最根本的颠覆。原因就在于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性。一个球队里面肯定有技术能力最好的、中等的和最差的，万一最差的队员去指挥最好的队员，如果你就是最好的队员，你服不服气？心里肯定会很不爽的，心想凭什么你来指挥我？你有什么资格呢？我没吐槽你、嫌弃你、排挤你和打压你，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算是好事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服气，不是对少数精英的服气，而是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广大劳动人民服气，而不能是其他形式或性质的服气。我们云配合这个组织形态，最基本、最根本、最永恒的要求，就是得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服气。就说这个指挥啊，它一定是自由的指挥，他的指挥是站在一个弱者的角度上的，他尽他自己所能，为团队或集体提供最优化、最科学、最高效的执行力。这种自由的指挥，不是说就一定要听的，你可以不听吗？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必要生气吗？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比如说啊，在有些时候，不要以为聪明的人是真的聪明，相反，在有些情形下，恰恰就是最愚蠢的。有些情形下，最卑贱的人，他的指挥，他的意见，往往是最高效的、最深刻的、最大道至简的，但很多人容易忽略它。不要不相信，不论是在历史上、科学上、艺术上、生活上、体育上，还是在劳动实践上，几乎都已经被证明了。尽管你心理上依旧不服气，但是它的客观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从这点上看，人家指挥你是完全正当的，是完全具备资格的无产阶级的资格。但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多数情况下他可能并不能提出什么好意见，或者所提的好意见并不多，甚至很少，而且这些有限的意见多数情况下对你的实际帮助并不大。那么在这个指挥过程中，到底对谁帮助更大，对谁更有利？很显然，答案就是他自己。其实他指挥你，并不是你能够提高多少，而是他能够以此真正提高他自己。
然后再真正提高你。你就想一想，那个实力最差的人，他一开始的指挥大概率是指挥不到点子上的，但是他在云配合相互指挥的氛围下，敢于指挥，坚持指挥，尤其是指挥团队或集体中实力最强的队员。第一，他有信心，他敢于挑战权威，我们就鼓励这种行为。第二，他在各种实际情形下不断的指挥，再指挥，他也在不断总结经验，遇到问题了就会反思，为什么大家不按照我的指挥去做呢？实力最强的队员为什么不听他的意见呢？有些意见在实践中出现偏差，他就不断的矫正，但同时他也保持初心，总有一天他的指挥水平会接近你，甚至超过团队或集体中最强的队员，对不对？或者即使在自身、整个集体乃至大环境不成熟的条件下，他经过反复讨论、反复总结、反复验证，确信自己的指挥是得当且正确的。而大多数人犯错了，尤其是大多数人并不是技术问题、条件问题和环境问题造成的，而恰恰是思想问题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他，而不能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而对大多数人妥协、退让乃至纵容。如果团队或集体中的每个人都真正提高了，且大家的实力都相互接近的时候，大家的整体实力就会自然而然强大起来。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指挥下，最难得的是，即使在自己的意见总是得不到认可的时候，仍然坚持自我的，或许就是最智慧的地方，是整体上最需要变革的地方。这种意见往往最有价值，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